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感恩大家来参加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江山易改，本性可移呀。大家一定觉得很纳闷啊，从小到大都是听人家在讲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呀，好像很少听人家讲说江山易改，本性可移呀。那本性真的可以移吗？可以改吗？更何况呢？古话也告诉我们啊，钟鼎山林各有天性，青菜萝卜各有所好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本性跟个性啊，不可强也啊，是勉强不来的啊。那为什么不可以勉强呢？因为本性难移嘛意思就是说个性很难改啦那不止这样哦，佛陀也说啊，众生习气刚强难调伏也说修行难是难在习性难除难改啦。那习性难改难除呢，就是本性难移的意思嘛也因此呢，我们一向以来脑子里呢都是存着本性难移的想法啦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事实上也是如此啦，因为生活周遭很多人，包括我们自己呢，都是本性难移那江山易改是什么意思呢？江山易改的意思就是说，一个朝代推翻另外一个朝代，然后建立一个新的朝代像中国古代的唐朝，然后到宋元明清一直到民国就是改朝换代的朝代名称嘛。那古人把各朝代政府统治时期的那个社会呢叫做江山那这个江山很容易呢就被另一个统治集团呢把它消灭掉这个叫做改朝嘛因为朝代呢很容易换来换去，所以叫做江山易改啦。那是当时呢中国的历史背景的来讲啦。那江山这么容易改朝换代，反而人的本性却这么难改这个值得我们去探究上个月呢，证严上人行脚期间曾经对众开示上人说真正的学佛不是拜拜拜，而是改改什么？改习气，改习性。然而本性的改变比江山的变迁还要难因为很难改，所以就变成是一种人性的弱点那这些弱点就好像是重蹈覆辙啦，复制错误啦，坚持己见啦，我行我素啦，依然故我，爱发脾气等等竹凡不及被宰这些都是难改的本性，也是一种个性。那其实所有人的心里都会想说要养成好习惯，都会这样子想，也想破除坏习惯。但是呢，改变行为跟重建习惯的难度呢非常高，因为习惯是长久以来养成的嘛，所以才说积习难改那光是要戒除一个坏习惯，都这么难呢像戒烟戒酒嘛当然我们慈济志工是不能没有烟没有酒的要守十戒要戒烟戒酒也很难要不要那么爱发脾气也是很难或不要那么迷信爱算命或讲话令人感动，做事令人头痛，或者讲话很感性，做事很率性，或很会发愿永不退转，但做起事来令人团团转，这个要改也是很难改等等这些也是竹凡不及被宰，要改这些个性也是常常感到力不从心有心想要改，但老是呢半途而废故态复萌这个就是所谓的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改脾气还容易一点改习气这个就比较困难一个修行人可以修到不生气动怒，也可以修到止息烦恼，但是习气就是改不了。佛陀10大弟子就是最好的例子每一个都是精通法要智慧如海，辩才无碍
但是每一个人都有各有个人难改的习气啊。那出家都这样子的哦，在家的更不要讲了啊。我们举孔子的学生子路来说明了，大家更清楚。子路跟在孔子身边啊，对老师的情感很深啊，但他有时候呢不太明白孔子的想法，也会忍不住呢跟老师争辩啊。那子路的个性呢很冲动，很莽撞啊，孔子对他是非常了解的，也时常纠正他了。然而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即使孔子最得意的门生也是免不了被自己难改的个性所害。那一般人就更不用说了啊，这个是名师出高徒都这样子啦，对不对？那子路是怎么被自己的个性所害呢？子路听到孔子说啊，一个人可以不靠武力而让人屈服啊。他听到这句话之后呢，就很有感受从此呢就忠心耿耿的追随着老师学习啊，而成为孔子最得意的学生之一这个是很深的师徒之缘呐。不过子路最后是被自己的个性所害惨了，造成他的命运非常的悲惨。子路的朋友被敌人挟持啊，这个子路就单枪匹马呢，闯入敌营呢，要去营救啊。结果不但没有救出朋友反而让自己呢惨遭杀身之祸。在搏斗中呢，被敌人用长戈那种长长的那个戈刺进脖子里面死得很惨遗体还被剁成肉酱，等于就是死于非命那这样一个这么好的人才，却因为自己有勇无谋的个性而造成这样子的不幸跟下场，很值得我们警惕所以正因为这个个性呢，影响一个人很深所以我们学习的重点就是在改变个性。要改运，要先改个性学佛也不是在追求学问或研究佛理而已而是一种学习如何改习气。所以刚刚上人才讲嘛，不是拜，而是改，道理在此，很值得我们深入去体会有两句话呢，我们常常听别人讲，就是第一句话就是狗改不了吃屎另一句叫做什么？牛扛惊北惊嘛是个牛啦，嘛是牛啦。这两句话都含有绝对的意思。什么绝对呢？绝对改不了，没得改，无法改。那这个跟很难改有一点不同改不了、没得改、无法改的意思是绝对改不了，而很难改是还有可能改，只是有一点困难而已所以刚刚那一句呢，狗改不了吃屎，其实这句话已经被颠覆了，因为现在的狗都不吃屎的嘛，也没有屎可吃现在的狗一些宠物都是吃什么？都是吃狗粮吃那个宠物饲料嘛，不是吗？所以有一些古话呢，用在古时候是很通啦，用在现在有时候就会不通，所以很难改或改不了这样的话呢，都不能说死，因为不是绝对的，还是有可能改。心理学家研究证明要改变性格或个性的不是不可能，还是有无限可能人的性格或个性的不是永恒不变的也是会变但也不是说今天很内向，明天变成很外向了，或者说一向以来呢，这个人是叛逆顽劣突然间呢又变成很乖巧懂事不是这样子的戏剧化，不是这样子的，而是要有一个过程的铺排跟酝酿，才有可能改变才有可能不是一定会改，有可能会改。本性难移的难，是难在不知道怎么移啦，不是不想移，而是不知道怎么移就好像说
知道自己有习气，也想要改，但是找不到方法，也没有贵人。那其实呢，只要找到方法，也找对人啊，再加上自己的决心毅力啊，这样有心就不难啦。那贵人可能是人群中的芸芸众生啊，他们会让我们见贤思齐啊，那见不贤的内自省啊，贤与不贤都是我们的贵人呐。那贵人也可能是我们身边的善知识啊，或者我们会面的导师，也就是我们追随的名师师父。虽然说本性难移啊，但这些善知识跟贵人会告诉我们改习气的方法。其实佛陀所说的人有20难啊，这个我们已经讲完了嘛。里面的每一个难的，严格说来呢，都是本性难移啦。什么难什么难什么难嘛，对，很难移啊。看似难，实则不难；看似不难，实则难呐。那难与不难呢？追根究底，还是存乎一心呐。有心就不难了，无心就很难了。回首当年呐，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呢，那时候马六甲分会呢举办一个4天3夜的青少年的生活营啊。那这个以行善行孝为主题的营队呢，有300多位全马来西亚各州的中学生前来报名参加。那报名的当天呢，一位17岁的孩子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啊！他主动前来跟我打招呼，因为在报道的时候我在现场啊。他递上一张名片给我，彩色名片上面写着一间公司的名称啊、姓名啊，跟他私人的手机号码。那个时候我心中非常纳闷跟不解为什么一个求学的青少年会有自己的公司呢？读书的孩子为何要印自己的私人名片呢？还拥有2只手机哦！我那时候对这个孩子就非常的好奇。报名完了，第一天晚上10点多状况就来了。队服们呢向我报告，男生的疗房出了状况了，要我赶快去处理。那我一进疗房气氛十分诡异跟暴力一堆青少年孩子在那里，看到2个孩子起了冲突其中一个还打着赤膊，衣服脱掉，气呼呼的要跟另外一个孩子单挑我定神一看，其中一个就是他。眼看双方的肢体冲突一触即发要打架我上前的抱住这个挥舞着拳头的这个孩子听不进我耐心又亲切的安抚，他就吵着说：“我要回家了啦，我不参加了，他要回家。”那时候我还记得，我跟他讲，现在已经11点多了，那个他是来自外州的嘛，你来自外州，你要回去，万一这么三更半夜，万一发生事情的话我很难对你的父母交代了。我就跟他讲说，拜托帮师伯一个忙，先不要离营啦，明天呢，师伯会好好帮你处理这些事情。那好不容易这个纷争呢，暂时就落幕了。那之后的几天呢，随着课程的这个紧凑进行的大家相安无事嘛。那到最后一天圆圆的时候呢，很多孩子上台分享心得嘛。在气氛温馨的情境里面呢，台下的孩子们个个听得啜泣声呢此起彼落有几位曾经跟父母有过顶撞冲突的啦，这个孩子呢更是哭倒在这个队服爸爸跟妈妈的怀里面哭到不能自已这个是对营队里面给他启发，对父母的一份愧疚了。那圆圆快到尾声的时候呢，一位队服妈妈跑来跟我说有一位学员想见我，那我就过去了原来是他这个时候呢，他也跟大家一样哭得泪流满面一见到我呢，立即跟我相拥以这个哽咽颤抖的声调跟我道歉并说呢，感恩这个队服爸爸妈妈呢，这几天呢一直都在包容他啦，让他觉得很对不起大家啦，给大家造成这样多的困扰。那离营之前呢，我留下他联络的电话你说你给我电话希望找机会呢进入他内心世界
那离开后没几天哦，他迫不及待跟我打电话给我说要跟我约我见面。那我们就约在这个吉隆坡的市中心的一间咖啡屋啊。那他把他的成长过程一五一十的讲给我听了，我才知道说他是生长在一个父亲是旧思维的，母亲是慈祥和蔼的小康家庭里面的。那才17岁的他已经加入黑道除了从事为人讨债的工作以外呢，更令我惊讶的是，他伙同一群黑道朋友在经营色情的行业呀。那时候我很不解，他爸爸是一个知名的中医师生意很好丰衣足食，他又养尊处优，这样不愁吃不愁穿，为什么因缘让他走上这条路呢？言谈中呢，他吐述了对父亲极度的不满，甚至呢诅咒希望父亲赶快死掉，因为父亲希望儿子照着自己设定好的模式去成长，关爱孩子的方法错误，加上这个孩子就是叛逆的，让已经叛逆的这个孩子呢变本加厉变成脱缰的野马，很难驯服他曾经呢伙同一群黑道朋友在深夜的时候呢，偷走了自己家里面大批的药材，然后把这些药材卖的那个钱呢挥霍殆尽了，常常这样子做。那3番2次这样为非作歹，让父亲呢痛心疾首，甚至动了要断绝父子关系的念头那这一次呢，内神通外鬼这个窃盗事件让父亲呢暗中去报警希望借由警方来教训自己的孩子甚至让儿子呢入感化院也在所不惜到这样的程度可是呢，当儿子知道说父亲去报警，哇，那这个不得了了，父子关系呢降到冰点，同时呢形同仇人有很长一段时间呢，他常常借由电话向我吐述他对父亲及家人的不满而我也偶尔会打电话去跟他嘘寒问暖我以那个接纳的心及耐心去倾听他的倾听的心念呢获得他的信赖，而成为他发抒心事的唯一的管道。只是呢，每次跟他对谈呢，都免不了呢他对父亲及家人的恶毒的诅咒电话中的口气都充满了仇恨跟报复的心态每一次我除了安抚他之外呢，也都请他将心比心想一想。我跟他讲如果将来你结婚了，你的儿子像你这样，以你现在对你爸爸的方式来对待你的话呢，你的感受会怎么样呢？请他这样的想或者将来你的儿子跟你一样17岁的时候，也跟你现在的一样做一些违法的事情，甚至把你的药材都拿去卖，你怎么样的感触呢？虽然每一次的通话呢，大部分时间呢我都是在扮演着那个什么垃圾桶的角色啦，让他倒垃圾了但是还是不忘了给他轻轻的机会教育我也不敢讲话太直也不敢下药太重唯恐的让他听了有被教训的感觉，而断了要辅导他的这个机缘有时候我正在忙碌的时候呢，接到他的来电，我还是要很耐心听他倾诉不能有丝毫的不耐烦唯恐呢让他灰心气馁，从此不跟你互动要很小心但是很明显的呢，每次他把抱怨跟诅咒的垃圾倒完之后呢，最后也是会恢复到平静的情绪都倒完了没有垃圾了暂时没有垃圾了。但是所以每一次呢，我们的那个谈话都是在愉快中结束。那这样子的结局呢，让我对改变这个迷途的羔羊呢，充满了信心跟希望有一天呢，他又来电跟我闲聊我看时机成熟了。这个是我把时间浓缩来讲了中间总共是6年的时间我见这个时机成熟了，我就用稍微严厉的口气就告诉他，我说师伯我是他的师伯，师伯一直以来呢，都把你当作自己的儿子看待
如果你还继续做这些非法的工作呢，师伯恐怕不方便跟你继续做朋友哦，因为师伯的身边没有一个这样的朋友。你要想办法离开那些不好的朋友，并结束这些非法的行业，师伯才会继续跟你交往下去。跟他这样子讲，那他就回我了，他说：“以我这样的条件呢，我能从事什么行业呢？”我就跟他说啊，只要是合法的工作，师伯全力支持你。大约隔了1个月后，某一天呢，他来电问我，他说：“师伯，有人介绍我去做拍电视剧的那个剧组工作人员，你认为好吗？”他问我了，我跟他说：“这个是合法的工作呢。”师伯当然赞同啊。其实他要非法转合法，任何工作都是要赞叹他的，都要鼓励他的嘛。我心中暗自窃喜啊，哇，看到希望了。但是呢，电话那一头呢，却以一阵臭骂的口气，口出恶言啊，说啊，我那个死人爸爸，他每次跟我讲话，讲他爸爸都讲死人爸爸。我那个死人爸爸跟我说啊，这种工作呢，没什么前途啦，跟他学中医才有用啦。我一听啊，这很可惜，球好不容易运到了这个球门边了，球门前了，眼镜就要得分了，他的爸爸一脚把他踢到界外去了。一个已经误入歧途的孩子，好不容易要弃邪归正，从非法转入合法，这已经是一桩令人振奋的好事情了，却因为大人的一念之差呢，让这个孩子失去扭转生命的机会了，令人扼腕呐！其实这个也是我们为人父母的一种警惕哦，警惕我们什么？天下没有教不好的孩子，只有失职的老师跟父母。还有一句，没有教不好的学生跟孩子，只有用错方法的老师跟父母。这2句都是近似语。没多久呢，他来电话告诉我，他决定结束讨债跟色情的行业。那为了摆脱过去这些朋友的纠缠呢，他换掉了手机号码并且跟我说呢，他没办法继续待在家里了，他想离家出走，离开目前的环境，出去闯天下。那慈祥的妈妈留不住他，只好让他离开家，但他妈妈却跟我保持密切联系，希望借重我跟这个孩子长期建立起来的沟通管道呢，随时知道这个孩子在外面的状况了。他妈妈不知道，我才知道，因为他不跟家里联络啊。我心想说，年轻人既然书读不下去，提前出去接受社会的考验跟磨练，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啦，对，但以他这样的年纪，要在复杂的这个社会里面去闯荡，而且又不会被污染，不离正道，肯定是需要有人随时来提供他咨询跟提供建言的跟意见的啦。我就留给他一个我自己的私人电话手机号码，并且告诉他呢，随时让我知道你在哪里，好让你妈妈放心的。我跟他讲，你出去后如果碰到任何的问题或困难，随时来电，是否可以随时提供人生的经验跟意见呢，让你参考。有什么困难打电话回来。就这样呢，他开始呢浪迹天涯，透过那只好像生命线的这个手机他时时让我知道他生活的境况。他时常来电，问了我很多生活上及交友上碰到的那些疑难杂症那我也不厌其烦的一一为他分析解说好像是他的生命导航式他刚离家的时候呢，由于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找到工作，在穷苦潦倒的时候呢，身无分文有一晚呢，他来电话向我求援那隔天我就立刻汇去的马币200元的钱给他应急那时候马币200是台币20001块马币对10块台币现在这马币贬值的嘛，而且我刻意告诉他呢，这个钱是你爸爸要我寄给你的。当然他爸爸做人离家后呢，他有如一片风筝越飞越远但从来没有断线。有一天呢，他来电话跟我说他想跟朋友呢去经营手机买卖的生意
除了征询我的意见呢，也问了一些经营生意的窍门由于他经营头脑蛮聪明的他经营得当做了2年就开了6家分店了，在马来西亚。那随着岁月的增长跟工作中所学习到的磨练呢，他慢慢懂得人生的真谛跟人伦的道理，慢慢开窍了。有一天呢，他来电话说：“师傅，我交了一位女朋友，想要请我一起吃饭那电话中我感觉这个女孩子是个好的女孩子，因为这个女孩子呢会劝他行善不会被他影响还会提醒他呢要避开小人由于那个时候我人在别州了，没有在吉隆坡嘛，所以没有办法赴会嘛。不过电话中呢，我殷切的鼓励他说听你讲起来，这个女孩子是有缘人，也是有心人她就是你生命中的贵人你可遇不可求了，要珍惜把握了。有一天呢，他又来电话跟我长聊，他说：“师傅，我年纪已经不小了，22岁，你看17岁到22岁5年了嘛，对我已经22岁了。如果还不会想这个人就没有用的啦，再放荡下去最后我会是死路一条了。”他自己这样子讲死路一条并且说太阳光大，父母恩大，没有父母就没有我们今天了。这么叛逆的孩子讲出这句话出来然后他又继续讲想想啦，如果自己的女儿被人家推入火坑去操这个皮肉的生涯啦，自己是什么感受呢？电话中他会自己这样子对自己讲话他回忆往事呢并笑称自己是浪子回头金不换。他自己讲师傅，我是浪子回头金不换。这句话他还懂。那我就问他说，平常我跟你分享的好话里面，哪一句近似语是他最感觉到受用的？他说：做坏事不能多我一人，做好事不能少我一人。这句话他还有记住，还好啦。后来他把这个手机的生意让给朋友，全心跟着爸爸学习推拿跟针灸慢慢可能中间慢慢关系开始好转了。他还去大陆进修学中医并且说他说：师傅，等我学成回来我帮你治疗你的那个腰骨神经痛。那时候我有腰骨神经痛因为打高尔夫球伤到嘛。现在因为我有运动了，早就不药而愈了啦就这样子呢。这个孩子呢，从参加营队之后呢，我跟他互动了差不多6年的时间，从经营讨债跟经营色情的行业，到最后跟父亲学中医还说学成之后要帮我治疗，帮我治病这个整个过程呢，印证了一个真理，就是清净无染的大爱深具穿透力能让顽石点头，让白雪融化，让黑暗变光明那相信大家听完这个故事之后，都会深深感到欣慰跟贴心嘛。现在把它回想起来当初生活营发生状况的时候，我如果说以大局为重或者这个害群是害群之马如果有这样的想法的话，让他提前离营可能我短暂的解决了生活营的秩序问题，却会让他怀着惆怅跟不满的情绪呢离开慈济，他也会继续操这个讨债跟色情的就业，而成为一个社会的问题。圆圆时刻呢，这么顽劣的孩子他也会感动落泪不是铁石心肠再一次的印证，青少年孩子的叛逆或顽劣呢，只是一个成长阶段的过程跟表象其实孩子的内心还是十分单纯的，只是欠缺善知识跟贵人的适时开导跟耐心陪伴孩子要怎么叛逆不会叛逆一辈子啦，叛逆久了也会累他只是个阶段性而已嘛。如果当初我缺乏说永不放弃的这个信念的话没有持续对他做爱的投资跟关怀呢，今天他可能会因为缺爱而成为一个断线的风筝不知会飞向何方，也不知会何去何从，甚至会成为一个不定时炸弹，也很有可能呢随时会被
会锒铛入狱啊，因为他操的是非法的行业啊，他的一生也可能从此毁灭，不像现在可以当中医师啊，是吗？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啊，这个孩子在还没有改变，还没有在弃邪归正之前呢，很难改变，那时候很难改变，不是吗？我们可以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的。但是经过贵人不离不弃的循循善诱，最后让他顽石点头，弃邪归正。那这个时候就是浴火凤凰啊，那就是改变体质的啊，叫做江山易改啊，本性可移的。而这个中间呢，有一个更重要的理念，就是要能够接受它，才有机会改变它。如果排斥它或拒绝它，它就会变成断线的风筝，而造成一生迷航啊，也会造成不止他个人的不幸，是整个家庭的不幸啊。人之初，性本善，告诉我们，每一个人的本性都是善良的。本性因为后天的污染与熏习而变成个性跟习性，就像刚刚那个孩子一样啊。经过好几年的陪伴跟洗涤之后呢，让这个孩子弃邪归正，而回归清净的本性呢，证明了本性还是可移，本性还是可以改。人的能力可以靠学习来培养啊，经验呢也可以靠时间来累积啊。但清净的本性跟佛性呢，是与生俱有的，这个我们要有信心。古人虽然说了钟鼎山林各有天性，不可强也，但是佛陀也说啊，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与德相啊，并且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并且强调人人都能成佛啊！既然都能成佛了，习性跟本性哪有不能改的？所以说难改也对，说容易改也对，说本性难移也对，说本性可移也对，要看情形，要看因缘啊，因人而异啊。2000多年前的孔子时代，历经时空转变啊，人性问题跟人伦的关系道理啊，跟现在这个时代没有两样哎。论语中孔子对人性思想的论述啊，跟近思语中正言上人对做人处事的思想阐述啊，两者之间有蛮多互通性跟适用性哦，证明了人性没有时空的疆界跟藩篱的啊。而不同种族、不同宗教跟不同国度的人呢，虽然语言、文化、习惯这种民族性跟国情不一样，但众生仍不改其天性啊，证明呢，不只是大海无国界啦，凡夫也是无国界啦。总而言之啊，人性就好像一面清净的明镜啊，需要时时勤拂拭啊，才能不惹尘埃啊。那不惹尘埃的本性呢，才有可能超越人性呢。那一旦超越人性，就有可能接近佛性了。那这样子的道理，我们必须深信。好，我们今天晚上读书会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呢，就谈到这里。我们祝福大家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